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近3580万例，累计病亡人数超61.6万人。然而，面对如此局面，美国彭博社此前发布的一份排行榜将美国评选为抗疫全球第一。为此，中国3家知名智库联合发布《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的研究报告，向全世界客观揭露美国抗疫真相。包括美国、英国等西方学者也以线上方式出席了发布会。周一，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泰和智库、海国图智研究院发布《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的研究报告。报告中有中英法西班牙语4个语种，用客观的事实向世界客观揭露美国抗疫真相。So right from the outset, COVID-19 was submerged in the growing assault by the United States on China. And so what became, what was an attack on China when they thought they scored a bullseye became what I would describe as a strategy of distraction and deflection to try and tarnish China's reputation and name in the world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distract from the poor performance of the West. And so the campaign just against China has just rolled on. 疫情之下，尽管美国政府至今未能真正有效控制疫情，甚至做出了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抗疫举动，却依旧被彭博社评为美国抗疫全球第一。出席发布会的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直言，这是他见过最荒谬的排行榜。I mean, this can't be taken seriously. This is the most absurd proposal I think I've seen. But I fear this is going to continue, because what we are seeing from the outset in relationship to COVID-19 is that geopolitics has usurped science. This has been the case not only in the propaganda war, but the very way in which Trump handled the epidemic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ruth has been abandoned in favor of political polemic. COVID-19 is mired in a sort of Cold War rhetoric, Cold War language, Cold War assault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is is going to continue. 中国3家智库联合发布这份报告，以为党争不为生命、反科学反常识、制度失灵使疫情难控、疫情加剧社会撕裂、肆意破坏全球抗疫等5章内容，驳斥了彭博社关于美国抗疫全球第一排名的荒谬性。值得一提的是，彭博社的记者今天也来到了现场。此外，我们还注意到，该报告是以美国及国际数据来进行客观严肃的论证分析。报告发布人王文在会上就表示，回溯历史并不是为了和美国打口水仗，而是要避免下一波疫情所导致的更多的伤亡。7月以来，美国疫情进入了第4波的上升期。过去1周，日均新增确诊病例更是突破10万例。但与此同时，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继续将疫情溯源问题政治化。拜登5月份公然指示情报机构在90天内拿出所谓新冠病毒溯源调查结果。And in fact became a tool in a very insidious attempt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s Martin had previously noted, to undermine the great strides made by China in its own development and in its growing contribution to world development. While the new Biden administration, which took office at the beginning of 2021, was intent on dealing with the pandemic, they nevertheless adopted Trump's politicization of the virus issue, with whatever intention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may have had in dealing with the global pandemic. They have not even gotten control over the pandemic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elf. 这份报告还指出，美国政府在疫情防控、政策措施、溯源调查等多方面反科学常识，是美国成为抗疫失败国的直接原因。报告质疑称，美国在2019年下半年爆发的所谓不明原因的呼吸系统疾病或白肺病，是否就是新冠肺炎？德特里克堡以及美国其他生物实验室究竟在开展何种研究？这些都是新冠溯源中理应得到解答的疑问，但美国政府一直在掩盖真相。在他的整个的安全观念当中，一直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就是美国的威胁是来自于海外，或者我更加准确一点说，是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
所以在整个卫生体系的这个设计当中，美国总是片面的对发展中国家去设置很多的要求、很多的国际义务和责任。那么对于本国发生的问题，往往是采取灯下黑的这种态度。事实上，疫情不仅加剧美国社会内部撕裂，美国更在肆意破坏全球抗疫。同时，除了拒绝国际疫苗合作，美国还以退群再入群的行为扰乱了国际抗疫秩序。这个疫情从一开始就成为了党派斗争的牺牲品。当人民的生命权、人民的健康权不被尊重，得不到足够的保护，这样的政治的正当性的来源，还是来自于美国人民的同意和赞同吗？科学与政治的对垒在美国已屡见不鲜。此前因热衷炒作实验室泄漏论而臭名昭著的美国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在7月的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老调重弹，造谣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武汉进行功能获得研究。对此，该机构下属的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进行了强硬回击。All the evidence is pointing that it came from the lab, and there will be responsibility for those who funded the lab, including yourself. Senator Paul, you do not know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quite frankly. I totally resent the lie that you are now propagating. And if anybody is lying here, Senator, it is you. 美国抗疫一直处在一个反科学、反常识的这样的一种方法论中，也使得拜登政府目前用政治化的手段来对溯源问题采取了一种所谓溯源恐怖主义的方式，他让情报部门来溯源，而不是让医学界、让科学界去溯源。而且更重要的是呢，溯源呢应该是多国多点，但是它仅仅针对中国。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我们看到呢，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全球防疫抗疫形势再度变得严峻起来，欧美日等国家疫情都出现了大幅度的反弹。与此同时，中国一些省市也出现了集中感染现象。您对此如何解读？确实，随着中国以及全球疫情的最新发展和变化，中国的防御抗疫工作似乎也走到了一个关键性的节点，或者说是十字路口。有一部分专家认为，既然世界上大多数病毒学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常驻病毒，那我们就要学会与这个病毒共存，以回归正常的生活状态。相对于与毒共存派，与毒决斗派则认为，人类与病毒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关系。人类的最终目标始终是消灭病毒，而不是与病毒共存。卧榻之侧，岂容病毒酣睡？因此必须与病毒决战到底，彻底打赢这场防御抗疫战争。那么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究竟谁是谁非？我个人认为，要回答好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要把握好2点：一是要有样没样，看看世上，因为在面对疫情上，全世界各国不仅是同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外疫情是相互影响的。中国当前的疫情主要来自于国外的倒灌，而且国外疫情防控的经验，尤其是他们失败的教训，还可以成为我们参考与借鉴的镜子。二是要以事实说话，准确地把控防御抗疫工作形势，尤其是未来潜在的风险。那在您看来，当前全球防疫抗疫形势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我认为当前全球疫情防控面临的形势主要可以概括为这么几点。第一，虽然经过了超过1年半的时间，这个病毒的传播与感染力度却不仅没有衰减，而且病毒株还在不断的快速变种当中，以至于世界卫生组织用24个希腊字母来命名变种病毒时都已经不够用了，正准备以星座来命名。当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就是德尔塔变种病毒，而另外一种传染性与耐药性也很强，名叫拉姆达的变异病毒，已经开始在拉丁美洲地区流行了。第二，虽然新冠病毒的毒性已经有所下降，尤其是致死率已经大大降低，但是它的重症率与致死率仍然大大高于普通的流感，而拉姆达病毒变异毒株的致死率则要远远高于德尔塔病毒。这也是南美国家秘鲁虽然疫苗接种率非常高，但死亡率却标志全球最高的原因。第三，早前人们曾经寄望疫苗能够成为新冠病毒的终极杀手，
但是近期那些被认为是接种了全球最为有效的疫苗，而且接种率非常高的国家，比如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疫情正在快速反弹，而其中有不少感染者又都是接种过疫苗的，尤其是被号称为全球最早接种疫苗、接种率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以色列，近期每天新增感染人数已经超过了100%。这个也就意味着，靠疫苗来终结病毒的做法正在遭受日益严峻的挑战。那么第五，随着疫情的快速反弹，一些欧美国家的医疗体系再度出现了不堪重负的现象，而一些亚洲国家则在重新考虑要不要再度实施更为严厉的封锁措施。那么现在倒回头来看，这些国家之所以会陷入到当前进退两难的困境，归根到底其实就是企图通过实现全民免疫来与病毒共存的观念所导致的。正是这样一种观念，导致他们在防御抗疫的时候一再奉行差不多主义，以至于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那么在很多国家都对中国防御抗疫成效炫目嫉妒恨，并且想学又学不来的时候，我们还有必要奉行已经被其他国家证明了是一个代价巨大且未必有效的与毒共存的政策吗？